嗨，大家好，我是妮娜。大家到日本来玩，应该最重视的就是吃美食了，而且日本美食种类超级多，像是从高级的怀石料理啦、寿司店，到平价的烧肉、居酒屋、拉面店，有非常多美食可以吃。但其实这些日本的美食店家，其实都有一些各自的用餐礼仪，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帮大家整理好了来日本吃美食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哦。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那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日本的寿司店。其实日本光是寿司店就有分蛮多不同等级的，像是最高级的是单点的寿司店，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omakase 寿司的店。那这种寿司店呢，通常都会有主厨决定好整个套餐的内容，一餐吃下来通常也要花上几万日币。那再下来就是比较平价的单点寿司店，就我们常去一些小城镇啊，看到那种个人营业的寿司店，就是属于这一种。那通常一餐大概只要5-6千日币就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一餐。那再来就是最常见的连锁回转寿司的店家，那这个价位又更便宜，通常2000日元就可以吃得很饱。那这些不同等级的寿司店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的用餐原则，不过这些原则也不完全算是规定，比较算是一些只要知道的话就可以让你吃得更道地的尝试。那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介绍。那第一个原则是，有人说寿司就应该要用手吃，是真的吗？其实这个跟寿司的来源有关。其实寿司在以前算是平价的素食，所以就是大家都用手抓着吃，吃完就赶快离开。但是因为到了近代啊，寿司越来越精致，所以有人开始把它当成高级料理，用筷子吃。所以老实说，其实不管是用手吃或者是用筷子吃，都是正确的。第二个是有人说寿司就要一口吞一个，是真的吗？其实每一个寿司的大小都是经由寿司的师傅精准计算过比例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到比例最精准、味道最好吃的寿司的话呢，就是建议你可以一口吞一个。那第三点呢，就是其实吃寿司的时候不太建议用白饭的部分去沾到酱油，这是因为如果白饭沾到酱油就会很容易散掉，而且不小心沾太多的话，整个味道都会变得太咸。所以建议你吃的时候，如果是吃握寿司的话，就把寿司整个倒过来，用生鱼片的部分去沾酱油。如果是吃军舰卷寿司的话呢，就可以用手抓着寿司，用海苔的部分去沾酱油，这样味道才会最刚好哦。再来第4点是我觉得大家很容易不小心做错的，就是其实芥末是不可以跟酱油搅散在一起的。这是因为第一点它看起来视觉上不太美观，那第二点是搅散之后整个芥末的味道会很重，所以寿司就吃不出它生鱼片的原味了。那最正确的方法其实是先将寿司沾了酱油之后呢，再用筷子夹一点芥末拌上去。但其实我也有看过日本人会把芥末跟酱油搅散在一起沾寿司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起说是规定，比较像是个人的用餐习惯。那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实际把酱油跟芥末分开沾会比较好吃，推荐大家下次也可以这样试试看。再来第5点是吃完寿司的垃圾应该要怎么处理，像是虾子的寿司啊，可能会留下虾子的尾巴或者是贝类的壳，那这种寿司其实只要把壳啊或者是虾子的尾巴放回寿司的盘子上就可以了，不用特地用卫生纸包起来丢掉哦。再来第6点是我觉得比较进阶的技巧，就是有时候到一些平价的单点寿司店或者是回转寿司店的时候，除了可以拿回转盘上的寿司之外，也可以直接跟寿司师傅点菜。但是这个点菜的时机其实还蛮难抓的，因为寿司的师傅通常都非常的忙。那到底要什么时候开口比较有礼貌呢？其实就是趁寿司师傅捏完寿司送上来之后的那一个瞬间，赶快开口跟他点下一道菜，因为只有那个瞬间他才比较有空。所以大家下次到一些平价的寿司店啊，或者是回转寿司店的时候，都可以试着找这个 timing 跟寿司师傅点菜哦。再来第7个是大家到任何寿司店都应该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要吃寿司的那一天呢，记得不要喷味道太浓的香水，因为其实寿司是需要很纤细的味觉跟嗅觉来体验的食物，所以如果不小心喷太浓的香水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桌的客人。那这个原则其实不只是寿司店，包括高级的怀石料理也是，吃的时候记得不要喷太浓的香水哦。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日式的怀石料理。
那这个怀石料理呢，就是大家去比较高级的日式餐厅或者是温泉旅馆会吃到的那种日式的套餐料理。那怀石料理真的就是通常都会规定比较严格，所以这边也一样整理了8个要注意的事项跟大家分享。那吃日式的怀石料理，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服装仪容，不可以穿短裤、迷你裙，然后也不要打赤脚。我觉得这一点原则其实跟吃西式的高级餐厅还蛮像的，因为在这种高级的餐厅，如果穿迷你裙或者是短裤，看起来就会比较不得体。那不可以打赤脚，原因是这种日式的怀石料理有很多都是在传统的日式建筑吃的，那这种建筑通常都会需要脱鞋子。这时候如果是打赤脚的话，看起来就会蛮不卫生，而且没有礼貌。所以如果是要到日式的传统建筑吃高级的怀石料理的话呢，要记得自己准备一双袜子哦。那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就是吃怀石料理的时候，手上不要带太多这种饰品，是因为日式的怀石料理通常也很重视摆盘，所以用的盘子通常也非常名贵。那如果手上戴太多戒指啊，或者是手环、手表的话，可能就会因此擦伤这些高级的餐具，所以建议大家要吃怀石料理的时候呢，先把这些饰品拿下来。再来第3点是连日本人其实都很容易做错的，就是湿毛巾不可以拿来擦脸。像我们去吃高级的怀石料理，或者是在某些居酒屋的时候，都会有店员帮你送上湿毛巾。那这个湿毛巾冬天会是热的，夏天可能会是冰的。那这个湿毛巾的用途其实是用来擦手专用的，所以不管是把它拿来擦脸啊、擦嘴巴，或者是擦桌子，其实都是不正确的哦。在第4点是用筷子的礼仪。其实日本用筷子的礼仪非常多，光是筷子的规则就有20几项。那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可能最容易不小心做错的，就是吃到一半的筷子不可以放回盘子上。像是我们可能会喝汤喝到一半，用别的餐具的时候呢，就会把筷子放在盘子上啊，或者是放在碗上。但其实这样子把筷子横跨在碗上的行为是不太礼貌的。那最正确的做法是，这些日式的怀石料理他们都会提供筷架，那就可以把筷子放在筷架上，或者是没有筷架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放在托盘上都没有问题。接下来终于要进入到实际吃怀石料理的时候会遇到的潜规则了。日式的怀石料理其实上菜都是有一定的顺序的，那接下来呢，就依照这些顺序来跟大家介绍实际可能会遇到哪些料理要怎么吃的潜规则。日式怀石料理的上菜规则呢，通常都是会先上前菜跟生鱼片这种比较小、比较精致的冷盘，那接下来呢，会上一些烧烤的东西或者是炖煮的东西、炸物这些比较热的东西，再会上茶碗蒸。吃完这些算是主菜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饭类，会上炊饭或者是白饭，那配上一些渍物跟味噌汤。接下来呢就是水果或者是甜点，大概都是照这样子的顺序。那在吃第1道的前菜的时候，其实就有要注意的事情了。前菜通常都是很精致，装在各个小盘子里面。那这时候呢，就要注意，记得从你的左边到右边的顺序来吃，因为这个顺序呢，其实是有依照味道的浓淡来安排的。最左边呢是最清淡，最右边是味道最浓的。所以呢，依照左边到右边的顺序来吃，而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来挑的话，会是最正确的吃法哦。有些人吃茶碗蒸可能会喜欢把它搅散过后再一起吃，但不管你是喜欢搅散，或者是从上到下慢慢舀来吃都没有问题。重点是吃茶碗蒸的时候要记得汤匙跟茶碗蒸的器具不要碰撞，发出太大声音，才不会吵到别人哦。再来是吃白饭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下面这一点我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细节，可能很多人都会不小心触犯到这一个规则，就是上这一道白饭、渍物跟味噌汤这一道菜的时候呢，记得吃的顺序呢是先吃一口白饭，那接下来就是配汤配渍物，这样慢慢交互着吃。那会有这种规定的原因是，如果在这种高级怀石料理的餐厅，先吃渍物才吃白饭的话，是在暗示师傅说今天的料理不好吃。那把渍物摆在饭上一起拌着吃也不行，应该要一口饭一口渍物分开来吃才是符合他们的用餐规定。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还蛮细节的。接下来是喝味噌汤的小细节，光是喝味噌汤其实就分成4个不同要注意的小细节。第一个是味噌汤通常都是会有盖子的状态送过来，可能会因为水蒸气的关系有点难打开盖子。那这时候呢，只要用左手轻轻的握住碗，然后用右手稍微转一下碗盖，
就可以很轻松优雅的打开味噌汤碗了。第二点是你取下碗盖的时候呢，要记得把碗盖朝上来摆放。如果朝下摆放的话呢，可能会因为弄脏托盘，看起来不太礼貌哦。那第三点是喝完味噌汤之后呢，再记得把碗盖盖回去碗上。第四点是有些人喝味噌汤的时候可能会习惯用汤匙，但是其实在日本味噌汤都是用筷子喝的，所以记得这时候不要跟工作人员要汤匙哦。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很常见的餐厅形式，就是日式的居酒屋。其实居酒屋也分还蛮多不同的风格的，像是家庭式的居酒屋，就是个人经营的小店，通常都会卖一些日式的家常料理。再来是比较常见的连锁居酒屋，像是和民啊，或者是鸟贵族，这些都是连锁的居酒屋。再来有一种呢是比较小酒馆风的居酒屋，这些居酒屋呢可能就不只会卖日式的家常料理，还会卖一些意式啦，或者是西式的小菜。那这几种居酒屋呢，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的用餐潜规则。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潜规则。那第一个是大家第一次去日式居酒屋可能都会吓到的小菜制度。这个叫做 otoshi 的小菜呢，通常会在你入座的时候呢，店员会发1人1份。但这个小菜不是免费的哦，通常价位会落在200到600日元左右，它就是有一点像是用来代替座位费的一个费用，所以也是没有办法跟店员拒绝的。大家下次看到的话，不要以为是店员上错菜哦。再来是入座的时候，大家先不要急着看要吃什么东西，因为在居酒屋啊，通常是先点喝的东西。你坐下来不久之后呢，店员可能就会先来问你说今天要喝什么，所以建议大家看菜单的顺序是先看好要喝什么之后，跟店员点完，再来慢慢想要吃什么会比较顺哦。要先点饮料，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居酒屋来说，这些薄利多销的饮料其实才是他们主要的利润来源。所以虽然不是每一个居酒屋都会明文规定说1人低消1杯饮料，但其实日本是有这样子的潜规则的。所以呢，入座的时候，不管你是要点酒或者是点果汁都可以，但是要记得至少消费1杯饮料哦。那接下来是通常很平价的拉面店，其实也有蛮多潜规则的。虽然现在台湾也有很多拉面店，但其实拉面店是日本一个很特别的餐饮店的形式。那接下来就从入店到吃完来跟大家讲解一下会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是购买餐券的部分。日本大多数的拉面店店家都会在外面摆餐券机，那买完之后掉下来的餐券不要自己收着，要记得拿给店员。那拿给店员之后，如果这时候还可以再说一声お願いします，那就是最完美的了。第二个大家也很容易有的迷思是，在日本吃拉面是不是要吸得很大声才是有礼貌？那答案其实是跟礼貌一点关系都没有。日本人在吃拉面、荞麦面或者是乌龙面会吸得很大声的原因，是因为用吸的才可以把汤汁一起吸上来，这样吃起来会比较好吃。所以其实在日本吃拉面的时候呢，就自然的吃面就可以了。再来第三个规定是我个人也觉得很细节，而且我自己也常常会不小心犯的错误，就是拉面的汤匙是用来喝汤的，不是用来装面的。有些人在吃拉面的时候，可能会习惯先把拉面夹到汤匙上，然后再用汤匙吃。但是在日本，其实拉面的汤匙就是用来喝汤的。要吃拉面的时候呢，就是一律用筷子夹起来吃。但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蛮像是个人饮食习惯的不同。基本上，我觉得不要影响到别人用餐的话，其实不管怎么吃都可以啦。第四个也是我自己觉得单纯比较是饮食习惯不同的规则，就是日本人在吃拉面的时候呢，习惯不咬断拉面，就是一条拉面一直吸到底就对了。因为有一些日本人会觉得吃拉面的时候把拉面咬断掉回汤里，看起来有点不卫生，所以在重要场合吃拉面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把拉面咬断，会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只要坐你旁边跟你一起去吃饭的人，其实不介意的话就没有关系。第五点要注意的事情是，我觉得台湾人到日本玩很容易不小心犯的错误，就是拉面店其实算是日式的速食店，吃完就赶快离开会比较好。其实不只是拉面店，包括荞麦面店啊，或者是乌龙面店，在日本来说都算是速食店，不是可以慢慢坐着聊天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到这些店的时候，吃完就赶快离开会比较好。
那第6点呢是，如果有做到的话，店员会觉得你很贴心的行为。因为日本的拉面店有很多都是吧台的座位，所以如果你吃完的时候记得把你的水杯啊、面的碗还有垃圾都放回台上的话呢，对店员来说他们会比较方便清理。所以吃完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举手之劳帮忙清理一下桌面哦。那第7点要教大家一句，如果做到了会很加分的小日文。就是你在日本的拉面店或者是各种餐厅吃完饭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可以跟店员说一句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这一句话呢，就是代表我吃饱了，谢谢招待的意思。那其实吃完饭的时候讲这一句话，会比你讲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还要更贴切哦。以上就是到日本吃寿司店啊、怀石料理还有居酒屋、拉面店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特殊的规则。那其实这些餐厅呢，都有一些基本的共通原则。那下面就跟大家再提醒一次。第一个是之前在介绍餐厅预约方法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提醒过的，就是千万不要迟到。通常在日本餐厅，如果迟到15分钟以上呢，就会直接算是取消定位。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会晚到的话呢，要事先提醒店家，才不会造成食材的浪费哦。那最刚好的抵达餐厅的时间呢，是你预约时间的前5分钟到10分钟。太早到的话，店家可能也会有一点困扰。第2点是跟台湾餐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日本的所有餐厅几乎都没有提供剩食的打包或者是外带的服务。因为怕剩食打包之后呢，可能会有细菌滋生啊，或者是因为食物不新鲜导致客人吃了食物中毒，那之后可能会产生索赔的纠纷。所以其实日本有非常多的店家都是没有提供打包的服务的。但是在疫情之后呢，有很多店家都有提供外带的服务，所以现在部分的店家的规定可能是有改变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想要外带或者是打包的话，还是可以问问看店家。在第3点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一进店里就开始大肆的拍照录影。现在因为很多人都习惯用手机或者是相机记录自己出去玩的样子，但是因为日本是非常重视隐私权的一个地方，所以建议大家到餐厅，尤其是高级的餐厅的时候呢，要拍照的话要先跟店员取得同意，不然突然拿起相机开始拍的话呢，店员可能会很惊讶，觉得你可能有什么特殊的商业目的，这样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会。那跟店员取得拍摄同意之后呢，也记得不要拍到其他客人的脸，才不会造成一些纠纷哦。最后一点是记得不要携带外食或者是饮料进入餐厅。日本绝大多数的餐厅都是禁止携带外食的，所以呢，记得进入餐厅之后呢，就把自己买的食物还有饮料收起来，才不会被误会哦。以上就是日本各种餐厅的不同餐饮规则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规定真的是又多又细。那除了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规则之外啊，一些吃东西的方法或者是顺序，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只要大家吃得开心，不影响别人就好了。那大家也可以斟酌参考这支影片的内容，下次到日本旅游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得更到地。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不管是松本清、Big Camera、腾体喝得、多进屋，超多优惠券，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很实用的话呢，记得帮我在下面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如果你还有想要知道其他跟日本旅游相关的小知识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